中国的轰20是非呀，吓得 AUKUS 组织现在赶快去找新成员，真的是如此吗？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知玉，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一个非常应景的话题啊。什么应景呢？大家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吗？哈哈，你一定不知道吧 ？AUKUS 成立3周年的日子。AUKUS 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英国、澳洲他们所成立的一个，应该算是国防安全的一个合作机制吧，叫 AUKUS。那当初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英国就说，哦，中国好厉害，不可以，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安排一个自己人，自己人当然就找五眼联盟澳洲你来当好了。那澳洲这个小弟呢，我要武装你，所以呢，你没有什么，你没有核子潜舰。我帮你，所以呢，你就看到美国、英国啊，这个掐着这个小弟说：“来，我给你核子潜舰，我帮你，我给你一个10年计划，你就乖乖听就好，你都不用担心什么核子潜舰规格，你都不用问。”什么都不用知道，没有关系，反正到时候那个船就会来了，你就出钱就好了，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很 easy 呢？好，那澳洲好像没有说不的一个余地了，就好，是哦，老大说的是好，于是呢，这样的一个 AUKUS 就成立了。好，成立了，现在3周年了。但是呢，这3周年啊，看到美国就很开心，说你看我们这 AUKUS 3周年，我们的一个成效多么惊人，我们多么好，我们成功的让中国吓怕了。是真的吗？不晓得。但是呢，澳洲其实里面已经有一点不一样的声音了。澳洲出现杂音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这个澳洲的前外交部长。外交部长呢，他叫做伊凡斯，他就写了社论，写很多，不止他们还有一个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反对这个 AUKUS。你说，为什么会反对 AUKUS 呢？不是美国、英国老大保护你吗？他们怎么讲？他们说不，澳洲应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应该要有自己的国防策略。你要潜舰，你要核子潜舰没问题，我们自己花钱买也没有问题，现在也是自己花钱啊。但是问题是你买来的东西，你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但是在 AUKUS 的架构底下，潜舰规格你也不能决定，什么时候给你你也不知道，你还要自己出钱，然后真的打仗了，美国他要派他的一个这个印度洋的一个舰队都在你澳洲的港口哦，那到时候这个潜舰不就他们一起编入他们的一个舰队一起出发打仗去了吗？你澳洲管得了吗？你连规格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出了多少钱，我管不了。所以呢，现在他们这个前外交部长就讲了，他说这是澳洲史上最糟糕的一个策略。他说加入 AUKUS 啊，这个你在几十年后回头看，会觉得天哪，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入国格的条约。但是当下的澳洲人啊，当初签下去的总理可不觉得，他觉得嘿，我找2个靠山来了，呵呵，我有潜舰了。好，那当然了，现在这个外交官这样说，那以后是不是真是如此？我们就从以后再来看嘛。但是呢，现在他讲的是这样，他说，一来可能你这个核子潜舰啊，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控它。再来一个就是因为你拥有了核子潜舰，以前没有就算了嘛，对吧？你现在有了，你有核子武器哦，你有核子潜舰，所以你可能就会变成挨打的对象。因为以后呢，当真的打起来了，人家就会说，你看你澳洲站在美国那一边，中国真的要打你的时候，澳洲也打进去。所以呢，他就特别提到说，这会让澳洲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位，就因为你加入了 AUKUS。好，那当然这是他们的一个考虑了。那美国当然不这么看吗？而且呢 ，AUKUS 你已经加入啦，所以呢，现在也由不得你说要退出啊，对不对？没有那个余地，加入就加入了啊哈，就上了贼船，跑不了了哦。好，那现在呢，这个 AUKUS 还要进一步的扩大了。现在美国说啊，这个 AUKUS 叫做第一支柱，就是我要武装澳洲，我要给你核子的一个能力。然后呢，它还有第2支柱，第2支柱呢就是继续合作，合作什么啊？这个要打仗，不仅仅是有一艘核子潜舰就够，不够的嘛，对吧？所以呢，它还要有其他的高科技的武器啊，要电子战啊，现在要 AI 啊，要各种啊高科技的发展，我们要深度合作。所以呢，最近美国啊，他们通过了，他就找了一个找英国、找澳洲，他说我们一起来放宽什么？放宽呢，我们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些军事武器的出口的一些限制。每个国家它的武器要出口
当然都要限制，那是一国的根本啊，那个是我国家安全啊。所以呢，美国在出口它的武器的时候，它有非常多限制，比如说，这个非常高科技我不能卖给别人，只可以我有。那英国也是啊。那现在他们是 AUKUS 的成员，所以呢，这个美国、英国跟澳洲就互相放宽，他们放宽了大约80%本来的出口限制，在武器方面。都可以出口，也就是让这3个国家 AUKUS 联盟当中，他们的武器可以互联互通。好，那当然呢，放宽要干嘛？第2支柱要开始了。第1支柱特别否澳洲，第2支柱呢，现在要纳入新的成员进来了。有一些这个很爱加入的哈，很爱这个凑热闹的啊，他们说我也要加入 AUKUS 啊。好，那包括谁呢？包括日本、韩国。还包括了纽西兰，纽西兰你可以理解就在澳洲旁边嘛，那我就顺便一起嘛，也可以哦。好，还有一个最妙，加拿大很奇妙啊，他也要来加入。他说我也想要在印太战略当中有一席之地，我也想要刷一点存在感。好，那他就是说，我也想要加入这个第2支柱，要在科技方面做合作。那当然呢，他们互相都在谈，那要不要加入呢？还是这个 AUKUS 真的会扩大呢？我们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这个 AUKUS 非常清楚的就是呢，它是美国放在印太战略当中，印太地区拿来监视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它是放在这里的那个眼线。好，那于是乎呢，我们就要继续带您看了。第2支柱呢，现在已经慢慢在成型，但问题是，这想要加入第2支柱的这几个国家，各自有各自的问题。我们刚刚不是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加拿大要加入？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他现在正面临到可能要被换掉的危机。他是执政党，但问题是执政党最近他们的一个地方选举，他选输了。好，于是呢，这个杜鲁道就有点尴尬了。他的党内的成员呢，因为觉得他就是做不好，然后就说，那你要不要下台，让我们的这个民调高一点，我们下一次的这个国会大选可能会选得好一点。杜鲁道不要。我偏不，我就是要做到最后，我还要领导我的这个自由党继续去参加下一次的大选。然后就说你在坚持什么？但如果你知道他的家庭状况，你就会同情他，你就会理解他，你就会觉得好，那你加油 ，fighting！ 为什么呢？因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了。杜鲁道其实蛮帅的，人家都说他是全世界最帅的领导人，不是吗？然后他老婆好像看起来也蛮恩爱的啊，然后呢生了3个小孩，挺可爱的呀。但是呢，就偏偏老婆太可爱了。老公一天到晚忙，还在那边加入，我要加入 AUKUS， 我要加入 AUKUS， 结果老婆跑掉了。好，老婆跟他分居了，要离婚，3个小孩也都带走了。最近呢，不断的在这个加拿大的报纸大篇幅被报道的是前第1夫人的男朋友出现了，而且呢，前第1夫人还跟男朋友同居，前第1夫人带着前第1小孩3个，通通都跑去跟男朋友同居了。哎呀，所以杜鲁道实在是有一点颜面无光。这个时候，如果他说好，那我又不当总理了，因为我民调太差，我不当总理了，情何以堪啊，太丢脸了，总不能这样子事业爱情两头失意吧。所以呢，他就说好，我要继续当到底，我现在一心一意，我就是要当总理。好，所以呢，这个到底啊，这个杜鲁道还能不能继续的这个当总理，我们要看看接下来的大选嘛。那但是呢，另外我们带你看日本，日本也正好要换首领日本呢，他们新的首相呢到底是谁？现在也不晓得，也会换个人。那换个人会不会有新的想法？不晓得，我们再来看。还有韩国啊，韩国一心一意想要加入 AUKUS， 问题是啊，尹锡悦民调很低呀，低到大家都觉得你真的。你才有2年多任期，你怎么干得下去？你太丢脸了哈！好，尹锡悦呢，他的一个民调数字满意度是30%以下，而且每况愈下。还有人比他更低吗？好像很难找出来哈。所以呢，大家说他下一次应该选不上了，选不上，哎呀，那怎么办呢？那你现在想要加入 AUKUS， 那接下来的总统会想要加入吗？也不知道哦。再来就看纽西兰，纽西兰呢，它倒是没有什么这个首相啊、领导人的问题，但它有一个很大问题。他没有钱呢，纽西兰没有钱，你跟人家加入 AUKUS， 你钱在哪里？难道你要借吗？谁要借给你？好，那现在呢，看到这个纽西兰它的国防预算有一个很大的缺口，那这个缺口大到啊，买不起子弹那你没有子弹，你加入人家这个以国防、以对抗中国为主的一个类军事组织，这样好像。也蛮奇怪的所以呢，你就看到现在这4个想要加入 AUKUS 的国家，到底谁加入，谁没办法加入，谁条件上可以加入，谁又选择不加入，不晓得。我们继续看下去。但是呢，这就是所谓的民主阵营一字排开，要
对付中国嘛。那所谓的非民主阵营呢，最近大家不约而同哦，都在默默鸭子划水。你要这个组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组对付我没有关系，我也要武装自己。最近呢，中国有一个消息呢，是非常多国家都很紧张。为什么？他们宣布说他们的轰20啊要试飞啦。好，那这试飞不得了。现在目前呢，在服役的是轰6，轰6已经非常厉害。轰6它的一个这个打击范围呢，大约有这个3000公里哦。但是呢，你说3000公里，附近是还可以，但是你要说能够去牵制澳洲那个 AUKUS 的联盟，好像有一点够不着。所以呢，这个轰20出现了。轰20横空问世之后啊，哇，它的这个攻击范围打击半径高达了4000到5000公里。如果呢再加上加油机一起过去的话，这搭配起来1+1大于3喽。我们看到它直接就可以攻击到澳洲，而且是人口稠密区，甚至它可以攻击到美国的关岛跟美国的夏威夷，然后附近很近的印度全域都是攻击范围啊，所以这个轰20现在试飞了，这个周边啊，跟中国有一点竞争关系的国家又很紧张，有时候是眼睛瞪很大看，你这轰20到底怎么回事，到底行不行啊？但是呢，还不知道你厉不厉害，但我首先这个心理上不能输，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美国有很多的军事的评析就开始讲了，说没有。那个轰20只是看起来厉害啦，真正到实战上不一定啦，所以很可能是纸上谈兵啦，不晓得啦，我们要到时候再知道啦。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中国的轰20哦，有点让大家现在很也不能说期待，则是非常高度警戒在看。那另外俄罗斯呢，则是因为现在美国啊觉得俄乌战争打成这个样子很僵持，所以慢慢在放宽对乌克兰的这些限制了。乌克兰呢都已经几乎要打到俄罗斯本土了，那这以前不是不容许吗？那现在甚至美国在考虑哦，要不要开放让乌克兰可以拥有长程的攻击导弹，要直接打到俄罗斯里头去，这样可以吗？那于是俄罗斯就愤怒啦，他说好啊，你要这样的话，我还有终极大武器，我大杀招都还没上呢。于是呢，我就吓死你，我的核子武器已经准备好 ，I'm so ready 哦。好，那我们就看到，现在呢，这个俄罗斯他怎么样准备呢？他就说，我本来有一个1990最后一次核子试爆之后就封起来的一个核子试验场，我现在已经重新把它开放，我已经重新扫地打扫得很干净，我那个要按下去核子飞弹的那个按钮我已经擦干净，倍儿亮倍儿亮啊！所以呢，说你们小心点哈，你们要是这个美国你再给我随便乱搞，你再给我支持乌克兰的话，我要按下去了哟。按下去哦，吓死你哦！所以你看，俄罗斯现在呢也开始警觉性很高。那北韩呢？北韩更妙了。北韩最近跟这个俄罗斯啊，不能说他们狼狈为奸，他们好兄弟啊。他们现在呢，这个俄罗斯武器不够了，都是北韩在前线支援的。所以呢，北韩既然前线很需要，所以我现在后方我是大后方多做一点。所以呢，金小胖跑去干嘛？他去视察了，一个工厂，工厂好漂亮哦，工厂好多圆圆的柱子在干什么？他们在做铀的一个提炼的一个原料，又干嘛的？做核子武器的啊！所以你这一连起来觉得很恐怖现在俄罗斯说他们重新开放核子试验场，然后呢，大后方那个北韩在那边给你加紧生产那个核子武器的原料，然后他们那个浓缩铀的一个这个工厂这个日夜赶工，不断的做，而且他们说呢，金小胖还直接下命令说，以后我们要增产报国啊，然后这个铀的浓缩原料多做一点。听起来就觉得到底是怎么样？你要做很多的核子武器去送给俄罗斯吗？去跟他打仗吗？听起来蛮恐怖的吧？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现在是所谓的非民主联盟也是各自的在做自己的各自的军备的一个准备了哦。那当然，最后我们就来讲最近有一个画面让大家觉得很震撼，那就是呢，美国说啊，现在呢要这个牵制中国，除了找盟国一起上之外呢，当然你直接面对面两个大国要碰撞的时候，那直接就比谁武器厉害嘛。但是你在海面上要碰撞，中国的那个舰艇很多中国的这个海上海军非常阵容庞大，怎么办啊？他们现在呢汲取了俄乌战争的教训了你再厉害，你看俄罗斯再厉害，你有很多你所谓的比乌克兰先进一点的武器，但是呢，你一个好厉害的一个飞弹跟一个好破烂的飞弹打在一起，都一起爆炸了，不是吗？所以呢，我的成本很高啊，我的科技越先进，我打起仗来成本越高，这样不行的。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要降维打击，我要
省点钱，所以呢，你就看到美国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他就研发了一个 CP 值非常高、性价比很高的廉价的一个武器，叫做 Quick Sink。快沉就是呢，这个炸弹把你丢下去，你很快就沉没了。快沉，好，那这样的东西呢，非常便宜，它就是个炸弹。炸弹上头呢，就装了一点点小小的，非常便宜、很基础的一个定位系统，不用到非常精密，不用到精准到我可以到几厘米那么精准，没有关系，我就是误差范围几公里可以，但是呢，我就是好多，因为很便宜可以做好多，所以呢，我就是量大取胜。到时候呢，这个中国的这个船舰一过来的话呢，我不准也没关系，我就给你砸个3000个。总有一个会砸中，你就快沉。那其他的没有关系，砸到水里没关系，炸到鲸鱼无所谓。但是我其中一个炸到你船就 OK 了。所以你就看到他们搞了一大堆的这样的快沉。他们说这种廉价的反舰武器啊，就是到时候如果真的大战开始的时候，这就是他们要拿来对付中国这个如下饺子般的海军庞大阵容他们的武器了。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现在啊，这个双方阵营还是互相不断的都各自在做准备。真的要打仗吗？听起来好像越看越可怕，但是也有可能会是恐怖平衡。你也很可怕，我也不敢动手，我也不敢动手你，你也不敢动手我，好像也挺不错，世界和平。好，无论如何啦，看到这两方阵营都最近有不断的动作，跟大家整理一下，跟大家分享咯。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